小伙竟在赏金猎人家里建造隐藏密室，只为亲眼看到猎人拆毁自家房子。为了能够尽快支走猎人，特意为他安排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假期，甚至还主动承接了照看房子的重任，并且一整天的全部消费全都记小伙账上。面对如此的诱惑，猎人兴奋的立刻接受下来，赶忙搭上了旅行的航班，高兴的连飞机都与之共舞。猎人走后，黄毛就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他有足足24小时来行动，首先考虑的就是密室的建造地点。眼前的这辆报废汽车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可内部环境更是破到离谱。看着满车的蜘蛛，想想最终还是放弃了。然而一想到之前猎人发现自己搭建的隐藏密室后，他也排除了后花园，接着又发现了一个超大泳池。可要想建造一间水下密室，显然也不太现实。事已至此，只好进入到房间寻找密室位置。没想到进去后的黄毛瞬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他万万不敢想猎人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竟然还能保持一颗童心。屋内有着大量的街机游戏机，话说虾哥这40多万的粉丝朋友都不一定能有一台这样的街机，顾不上这么多了，赶紧先畅玩一会。与此同时，猎人也已经落地，直接来到了一家大型商场，愉快的大秀舞技。在这里还能体验到滑雪项目，还有水上乐园，甚至还有超多美食，想想就令人非常兴奋。这时黄毛也寻找到了一个超大沙发，他也思考着要不要将密室建在这里。然而联想到之前很多人将密室建在沙发里，猎人已经熟知这些套路。可黄毛接连寻找了几处地方后，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放弃，于是便躺在沙发上思考人生，眼一睁一闭，3个小时就过去了。醒后黄毛再次寻找建造地点，另一边猎人正在疯狂地体验着各种项目。真没想到如此高龄还能挑战极限，看来国外人少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一下子找回了童年的快乐，甚至还坐起了过山车。猎人果然有着一颗大心脏，在我国又有多少老年人敢挑战如此刺激的项目呢？接着猎人竟然还挑战了令无数人闻风丧胆的自由落体，真的是亮瞎了我的双眼。此时黄毛在寻找了很多地点后，感觉也都不合适，一怒之下竟将猎人的小浣熊揣入口袋。然而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他也不得不加快寻找的步伐，随后便相中了眼前的地下室。经过一番实地考察过后，最终黄毛决定将密室建在地下室里。他想要利用这些积木搭建一个隐藏密室出来。在确定好密室位置后，他利用院子里的木材赶忙搭建起来，很快就搭建好了基础框架，再利用积木建造出一个墙体，甚至就连入口处都做成推拉门的样子。接着便驱车前往商场选购物资。另一边猎人甚至来到滑雪场地，这老胳膊老腿的看上去却无比灵活。显然这一天的假期令猎人非常放松，玩累了再跑去野兽先生开的汉堡店，品尝一下美食带来的快乐。屏幕前的朋友们，谁知道我们中国有没有野兽先生的汉堡店吗？有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。黄毛这边仍在商店不停的闲逛，各种毛绒玩具、电视机以及饮料零食，只要看上的全部抱回家，之后就将所有物资全部摆放进密室。一番简单的布置过后，黄毛的隐藏密室便全部制造完成，看上去虽算不上豪华，但也足够舒适。最后再将整个房间摆上一些诱饵后，总算是大功告成。坐在密室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，猎人也并不想浪费时间，竟还体验了一把摩天轮带来的快乐，俯瞰整个城市的容貌，心中更是别有一番滋味。而他也根本不知道此时的家中正发生着什么。在体验完所有的项目后，他也决定赶回家中，一个闪现猎人便已到家门口。这时黄毛给他打来电话，告诉猎人自己在他家建造了一间隐藏密室，甚至还将他的浣熊绑架了，如果不能在10分钟内寻找到自己，就会给浣熊粉身碎骨。这一做法令猎人勃然大怒，摇身一变立刻化身成赏金猎人的样子，赶忙寻找起密室。难不成霸气的外表还需要服装衬托一下不成？黄毛则坐在密室里观察着猎人的一举一动，可面对自家的房子，猎人反而显得无处下手，丝毫不见从前的霸气，真是有愧于自己拆家小能手的称号。他也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，不停地寻找着密室的位置，并没有破坏任何物品。显然只有自己的东西才值得珍惜。可几分钟后，猎人就现出了原形，疯狂打砸着物品。这也不难理解，明明不是自家的东西，砸坏就砸坏了，但凡不是自己家的，全都大卸八块。而黄毛正在密室里享受着生活的乐趣，丝毫没有一点点恐惧的心理。随后猎人便想到了自家的地下室，他也决定下去一探究竟。听闻动静的黄毛也知道自己大难将至，内心更是无比恐惧。如此显眼的积木，猎人又怎会视而不见？一阵暴力输出后，积木早已不堪重负。就这样，在时间仅剩下最后2秒时，成功寻找到了黄毛的身影。为了保全住自己的小命，只好将猎人的心肝宝贝物归原主。你们猜黄毛又将接受怎样的惩罚呢？